你有没有听说过 ETF？ 它常常出现在理财博主的视频当中，也被许多投资大 V 称为普通人最适合的投资工具。但 ETF 到底是什么？哪些人适合买？怎么买？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彻底讲明白。ETF 它的全称呢是 Exchange Traded Fund， 中文叫做交易型开放指数基金。一句话解释，它是一种能像股票一样买卖，但是又具有基金分散风险特征的金融产品。举个例子啊，你想投中国的新能源板块，但是又不知道买哪个股票，还怕踩雷，那你就可以选一个叫做新能源 ETF 的基金产品，它背后呢会自动跟踪几十家新能源公司的整体表现，就好像你买了一篮子精选的股票，但是呢你只需要盯一个代码一次买入。我们再具体来说一说呀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推荐 ETF？ 它有几个优点。第一个优点呢，就是分散了风险，降低了你的选股焦虑，不用选股了，也不用研究财报了，它就是跟踪一个行业一个指数。第二个优点呢，就是它的成本低透明度高。ETF 不像主动管理型的基金那样要收高额的管理费，它的年化费率呢，一般也就是在0.1%到0.6%左右，而且它的持仓都是公开的，看得见摸得着。第三个优点就是它流动性高，它可以像股票一样随时买卖，操作灵活，也不像传统的基金还得 T+1。ETF 可以在交易的时段随时买卖挂单，止盈止损。那 ETF 适合什么样的人买呢？首先，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开始接触理财的投资小白，那 ETF 是你学习资产配置的第一站。如果你不想天天盯盘、选股、炒短线，那 ETF 呢也可以帮你覆盖大盘，或者某个行业或者某个主题，用懒人的方式参与长期的投资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你是中产或者是家庭理财，想做结构化的配置，那 ETF 呢可以按比例搭建一篮子的组合，比如说你60%呢买大盘，20%呢买债券，20%呢配科技成长。说到这儿呢，你可能已经明白了 ETF 到底是啥，但是呢，也可能选错方向，错过大机会啊。因为 ETF 其实分为两个大类，宽基指数和窄基指数。这两类 ETF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你适合哪一种呢？投资组合该怎么搭配呢？宽基指数英文叫做 Broad-Based Index， 它的特点呢是覆盖的范围广，行业分散，风险相对比较小，波动也比较小。它的代表例子呢，像沪深300、中证500、美股的标普500香港的恒生指数。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沪深300 ETF 了，它覆盖中国 A 股最具代表性的300家公司，行业权重均衡。那标普500呢，是追踪美国500家头部企业，是美股整体的温度计，所以宽基 ETF 呢适合做长期投资的核心仓位，它稳健可持续，不容易大起大落。咱们再来看什么叫做窄基指数呢？英文叫做 Narrow-Based Index。它是聚焦于某个行业、某个主题或者某个策略，比如说券商 ETF 芯片 ETF 也可能聚焦某个主题，比如说人工智能 ETF 还可能是某些策略，比如说红利指数那它呢，行业相对比较集中了，波动比较大，但是它的收益潜力也比较高，投资门槛比较高。那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某某半导体 ETF， 那它只含芯片设计和制造公司的意思。你看到某个叫做医药 ETF 的，说明呢它聚焦医疗健康、创新药企业。那你看到某个叫做人工智能 ETF 碳中和 ETF， 或者是红利波动 ETF 等等，那这些呢都属于窄基的范围。它们的优势就在于当这些行业爆发的时候，涨得猛，你能获得超额收益。但是缺点就是，一旦这些行业衰退了，它跌起来也特别的凶。所以我们看到宽基 ETF 和窄基 ETF， 它们覆盖的行业范围不一样，风险也不一样。宽基呢，相对来讲风险比较低，收益稳定。窄基呢，风险相对较高，收益也比较高。宽基的收益特征贴近市场平均的收益特征，那窄基呢，可能获得非常丰厚的超额收益，但也可能让你巨亏。宽基适合长期的投资者，也适合投资新手。那么窄基呢，适合行业研究者、波段操作者，或者你就愿意把握主题、抓住机会的那些人。一句话总结来说呢，就是宽基是市场的温度计，窄基是行业的放大镜。好，那我们普通人该怎么选择呢？
如果你是理财新手，或者希望构建一个能够睡得着觉、安稳的投资组合，那肯定我建议你从宽基指数开始入手，比如说这个沪深300啦、中证500啦，或者美股的标普500这类呢，作为配置底仓。如果你已经有投资经验了，而且愿意花时间研究某些行业机会，那你可以配置一些窄基指数做增强，比如说 AI ETF 医药 ETF 军工 ETF 等等。但是关键不能全仓某个窄基，因为这些行业一旦反转，会让你3年跑输市场。所以 ETF 组合的建议就是宽基做打底，窄基做增强，永远不要孤注一掷。好，那该怎么买？你可以在券商 APP 里面直接搜索 ETF 的名称或者代码。那怎么选呢？第一，要选规模大、流动性好的 ETF， 优先选择规模较大的。比如说，对于主流的宽基指数，那50亿人民币以上的规模会更好。那对于行业类的主题 ETF 呢，至少也得10亿人民币以上，他们的成交额千万级的话，流动性会更好。第二呢，你看跟踪指数清不清晰？比如说沪深300 ETF， 那就很明白，它就是跟踪沪深300这300家大公司。如果名字太奇怪，风格不明确，不建议选。第三，选龙头发行方的 ETF 产品，比如说那些大的基金公司，那就会更加有保障。总结一下 ，ETF 是一种成本低、风险分散、流动性高的投资工具，非常适合想要参与市场但又不想选股的普通投资者。未来呢，我还会出一系列 ETF 实战课，比如说哪些 ETF 适合长期定投，哪些行业的 ETF 适合在复苏期做布局，如何搭建一揽子 ETF 组合。如果你想更深入的理解这个话题，欢迎关注我，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知识星球的苏涵思想会，图文加音频讲透每一种 ETF 背后的逻辑和应用方式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